二弟，你来了，请坐。此次我已经帮你查到了，你所遇到的那个自称尹红公子之人，正是西戎国的大王子骆红尹。果真是他。可有查到他们此行来的目的？据说他们在我中原已游学数月，时不时还会听一些汉学大家的讲学。他们此行逗留时间这么久，必定有蹊跷。你该派几个眼线盯着他们才是。此事我早已有安排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想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谁？我的至交汉学大家礼部侍郎李怀柳。李怀柳见过出清大人，请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弟弟出彻。啊，原来是出彻先生。出清大人经常将您挂在嘴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度不凡。原来是李大人，久仰。哦，出先生也听说过我。中原汉学三杰，南有史文清，文采飞扬，但花拳绣腿，华而不实；北有孔叶春，言辞犀利，剑走偏锋。而京城有个李怀柳，才高八斗，博古通今，但凤帛鸾飘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文笔清淡，却胜在平实。惭愧惭愧，都是些坊间传闻，没想到出彻先生对我竟如此之了解。你我同是怀才不遇之人。此次李大人四处讲学，这骆王子是次次捧场，所以我认为让李大人去监视骆王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李大人可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？骆红英此次只带了一个随从，经我查实，是西戎国的名将林将军，带着一个将军来游学。他们整日游山玩水，看样子不像是真心要跟我学习中原文化。游山玩水，可有跟到他们的出行线路？骆红英比较喜欢往北方去，北方山路崎岖，而且地势险峻，风景也远不如南方。他们总是往北方去，看似游山玩水，实则应该是勘察地形，设计攻打我中原的路线。听初先生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有一次我在他们的房间发现一些废弃的手稿，看画风不像是山水墨画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现在听初先生这么一说，这些废弃的手稿更像是地形图。看来西戎要和我们兵戎相见了。先前二皇子和礼部尚书赵国炳出使西戎，还进献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2座城池，以换两国和平相处。如今和言已出，岂有出尔反尔之理啊？如今这世道，笑里藏刀的大有人在，出尔反尔算什么？李大人，骆红影现在人在何处？尚在京城一处客栈之中，千万别让他离了京城。他走了，中原和西戎的战争就要开始了。初先生今日一番见解，令李某着实佩服。李大人过奖了，能在出清府上遇到您，也是初某的荣幸。敢问李大人，是在何时与我大哥相识的？这话说来话长，我与出清大人当年一起参加科举考试相识，后又一起入朝为官。只不过李某祖上身份不太好，所以至今也没有什么大作为。10年寒窗苦读，一朝科举中进士，最终却只能做个小小考官，批批卷子。
想来也着实太过屈才了。惭愧啊，惭愧！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像李某这样的人？就连大诗人楚原也不是落得个凄凉的结局。李某已经感觉自己很幸运了。李大人也喜欢楚原？何止是喜欢呀！改日楚大人可以到我府上欣赏一下我收藏的楚原的原作。我敢说，全京城的人没有人比我这儿更全。这些是什么？祁燕的收藏涉猎之广，大大出乎我所料。可不是吗？他平时就爱收集楚原的原作，之前送出去几篇，现在这还剩下几篇。楚原原作？是啊，之前送出去那几篇，我还特别舍不得呢。有骊山啊、地问、19歌、8章，现在也就剩下这几篇了。楚原原作流传于世不过20余篇，祁燕竟然能有10几篇，看来他是真的喜欢。他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做什么事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楚原原作流传于世不过20余篇，李大人也都是留有原作。这话搁前几年李某不敢说，但是现在李某敢拍着胸脯说，楚原能流传下来的原作都在李某的手上。骊山、地问、19歌、8章、远游3日、不居山下、渔父都是亲笔手书。远游3日、不居山下、渔父，这3篇李大人也都是拿到了原作吗？自然是。你这放开我！你走走走，哎，走吧，说，你谁呀你？两位大哥，这有点不太好吧？你说这大白天的，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是吧？不能强抢良家民女。这良家什么少女？我就跟这个娘们生意没谈好啊，不跟我们出去，现在翻脸了。你也不看看这个女人是什么女人，我看脑子是坏了。滚！你再骂一个啊！若倩，若倩，若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哥，别来无恙。洛儿，怎么啦？这是谁的衣服？安大哥的呀。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换上男装比较方便，我就跟他借了一身。以后不许穿别人的衣服。可是穿男装出去玩才方便啊。以后只能穿我的衣服。走，来，过来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要不我先出去？哎呀，安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位姑娘是楚彻，她就是我跟你说我一直喜欢的那个人。若倩姑娘，楚先生久仰大名。这位就是一洛妹妹吧？啊，我就是。若倩是我一直以来的爱人，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私定终生了。哦。
哎，怎么了？就允许你们两个每天你侬我侬的秀恩爱啊？我安子毅就不能找一个一生挚爱的女人吗？这位小姐姐长得真是美啊，但却又有一种冷冽的气质。跟你比起来，我简直素得像一碗白开水一样。玉洛妹妹不施粉黛，已如此脱俗，真是少有的美人胚子。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看若倩姐姐眼光多好。若倩姑娘和安子毅这么多年没见，不知姑娘去了哪里？若倩她去玉堂春。玉堂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好听的名字。妓院。妓院啊，妓院，那姐姐又要养鸡，又要……一洛，把嘴闭上吧！你越描越黑，你别说了，把嘴闭上。在玉堂春，我也有我的无奈。几年前，安大哥随他爹南下寻药，偶遇了在山上采药的我，又都是喜欢研究草药的同道中人，渐渐有了感情，而后互许终身。后来我家遭遇了一场大祸，抱着一丝希望，却不料遇到了坏人，被卖到了玉堂春。若倩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，一定会。对啊，若倩姐姐。若倩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把你赎出来。若倩姑娘在玉堂春，花名叫做什么？做了多少年？出彻，你能不能别问了？安子毅乃一介草民，虽说家里世代行医，但他最爱给穷人看病，兜比脸都还干净。要是赎你，恐怕得借不少银子。哎呀，师傅你别说，搞不好还要四处去借。若倩，若倩，哎呀，师傅，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刺激他们呀？他们好不容易才刚刚相认。与其沉浸在相逢的快乐中，倒不如想想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。那若倩姐姐也没有让安大哥把她赎出来啊。你觉得安子毅不会这么做吗？一个女人的出身就这么重要吗？那我岂不是连出身都没有？我和子毅不同，没有人能左右得了我的想法，而且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。那都这么久了，师傅有查出什么来吗？你爹的那份名单牵扯到当年的一场科举考试，此案盘根错节，我还要继续查下去。那岂不是会牵扯很多人出来？我现在还不确定，所以还需要时间。师傅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还有，你有空可以去找若倩姑娘聊一聊。我相信，你们应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原来你没有看不起他，太好了，师傅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嘛。若倩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
好。若倩，你永远都是我心中那个骄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变，你和那些人不一样。你小时候读过书，习过字，你和我一样有治病救人的抱负，不是吗？若倩，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。不晚。你来京城不是为了找到我吗？好啊，现在找到了，我就在这儿，活着就是希望，我们都活着，不是吗？若倩，我一定把你赎出来，一定。本王问你，今天在朝堂之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吏部的那个小官王重生，竟然跟四哥一见一致。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人吗？殿下请息怒，此人确实是我们的人。那他为何在朝堂之上帮着四皇兄讲话？此前二皇子谋反一事，让皇上整天都疑神疑鬼的。此时我们的人不应该有任何结党营私的迹象发生。现在还不到用的时候，所以我把他派到四皇子那边，博取对方的信任。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还不是易如反掌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本王错怪你了。其实殿下不必太过担心，他们这些人的身份，说话是没有分量的。此时站队，岂不太过愚蠢？安大哥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傻丫头，在干嘛呀2件事。出撤要找我道歉是吧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师父这个人要面子嘛。你看这一篮子水果是他给你和若倩姐姐赔不是的。安大哥，你是不是男人大度一点嘛？再说了，我师父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好吧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东西收下了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师父让我问你什么？东卢局1000，九层塔2000，巴豆粉3000。哎，一洛，这个药方可不是治病的吧？是治病，不是治病。什么情况？我师父说让你买这个药，然后下到那个完全没有，然后把这件事情全部告诉人家。可以，绝啊！师父厉害，没问题，包我身上啊。子夜，哎呦，若倩，你来了。若倩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现在的时间都是你安大爷我包的。哟，都比脸干净的安大爷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劫富济贫呐，多给富人看病，钱不就来了吗？一洛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父让我来给你赔不是啊。这不送水果来了。你们都是安大哥的好朋友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这礼物我收下了。好好陪你若倩姐姐说说话，我还有事儿要出去一趟啊。安大哥有若倩姐姐这样的绝色佳人喜欢他，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啊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姐姐这手法一看就是真的懂草药的人。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研究草药。哦，姐姐以前家里也是行医治病的吗？一个女孩子学这个，肯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真好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原是江南一个大户人家的后代，家父入朝为官，
为太子做事。几年前因为得罪了太子，被驱逐出京。而后我一家人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。随后有一场大火，都把整个院子都烧光了。你爹先前是太子的人？我爹曾是太子的老师。那火灾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4年前。那姐姐有没有想过为家人找出真凶啊？我见过真凶。你见过？你当时就在现场？对，我亲眼看见他一个一个将我的家人咬死撕碎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究竟是什么人呀？居然可以这么狠心！我不知道。那你见过他，为何找不到他？因为它是一种传说中的猛兽，叫做妖狼。你的家人是被妖狼咬死的吗？对。那你是怎么逃脱的？那天我恰好从山上回来，山上备有火秧乐，妖狼就算在我身边，都闻不到我，如此我才逃过一劫。火秧乐，不就是安大哥给师傅吃的药吗？我记得妹妹好像也是孤儿。我家里穷，父母都相继得病死了，是师傅收留了我。我真羡慕你。如果当初我来找安大哥，不会被卖到青楼里，也许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姐姐，安大哥是好人，他一定会对你好的。谢谢你。难以想象，厄运多少次降临在若倩姐姐身上。如果我没有遇到师傅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动力活下去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妖狼，害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。这个妖狼究竟在哪里？得知王夫人喜欢玉器首饰，我还特地托人去寻了几个绝世宝贝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太贵重了。能配得上夫人的气质，是这些宝贝的福气。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殿下在朝堂之上，还需要王丞相多多帮衬才好啊。你也知道，他们男人的事，我们女人不好插手呀。夫人，您看您，可别把这些小礼物看成是我出钱非要办成什么事儿似的，这样我以后哪还敢给您送礼物呀？难得碰到懂玉器的人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您做个姐妹呢。那是。这礼呀，你既然已经备下了，我不收也不太好意思。六皇子那边，我会在丞相面前美言几句。可是丞相他自有他自己的主意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总不好讨论这些正事啊，你说对吧？你若觉得不妥，这礼我就还给你了。夫人，送出去的礼物哪有收回的道理啊？您就好好拿着，不打紧。能替我美言几句，出钱已经很感恩了。六皇子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够娶到你这样的贤妻。夫人过奖了。时候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下次啊，我多带几个喜爱玉器的官夫人一起过来。
那自然是太好了。好了，景王妃留步吧。慢走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初浅，你现在怎么开始和这些俗气的官夫人开始攀关系了啊？这可不像你啊！我最近好累啊，不想跟你聊这些。哦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吗？别来这些虚的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有点说不出口。你还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。我说呀。初浅，我想向你借点钱。借钱？对。你干嘛找我借啊？你爹没有吗？我没办法跟我爹借，我也跟他说不出口。为什么呀？反正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，只能找你借了。你该不会是堕落到赌钱去了吧？不是，初浅，我的是正经事。什么正经事儿？我没法跟你说，初浅，我以后再跟你说好不好？你现在就借我点钱吧。哎，六皇子有钱，他也不差这点，你帮我跟他提一下好吗？求求你了。要借多少？3000两。殿下，你看要不要借给他？他有说借这么多钱做什么吗？没有，看样子是很着急的。安子怡可从来没有跟我借过钱。你借给他吧，毕竟你们自幼一起长大，关系又这么好。他喜欢给穷人看病，闹得囊中羞涩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那我就先替安子怡谢过殿下了。今日丞相夫人会面如何？挺好的。礼收了？收了。太好了，那丞相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吗？他说了会在丞相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，还说下次再带一些官夫人过来。送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过去，他竟然没有表明态度，只是美言几句。你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么糊里糊涂。是我的不对，我明天再去找他。不必了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省心，到最后还不都是得靠我自己。你先睡吧。殿下。之前，洛寒统率10万大军佯装败阵，诱敌出城，不料隋国军队被分割包围，欲歼灭。西戎国士气大振，一举攻破国都。这个二王子洛寒统居然是个这么厉害的角色。皇上，隋国乃我中原地势上最为重要的友邦，如今西戎将隋国强行占领，且据探子来报，西戎国并无收手之意，甚至在我边境有所挑衅。臣恐怕西戎国迟早与我中原要有一仗了。赵国炳，臣在。朕之前不是派你和二皇子去西戎谈判吗？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还赔付了2座城池，不是已达成共识，和睦相处，相安无事吗？微臣无能，请皇上赐罪。区区一个西戎国，竟敢犯我中原大国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众位爱卿，还有什么高见吗？皇上，四皇子正率20万大军在南国边境平定动乱，此时京城备用军队人手并不充足，恐守不住啊。但倘若四皇子带兵回来，定能击退敌军。
臣愿意带兵先去拖住西戎军，为四皇子回来争取时间。现在京城能集结的兵力，大概能抵抗多久？几天？回皇上，大约2个时辰。你们平时不是挺能说吗？怎么现在都哑巴了呢？啊！父皇，儿臣认为此时坐以待毙，必将死路一条。你这是废话。父皇有所不知，西戎国的大王子骆红影此时正在我们京城之中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骆红影此次来京，表面上是在求学，实则是在暗中勘察我中原地形，意图寻找突破口，协助二王子一举将我中原国攻下。哦，你又是如何知道的这么详尽呢？儿臣也是前几日听礼部侍郎李怀柳大人所说。李怀柳，怎么回事啊？启禀皇上，西戎国大王子隐姓埋名来中原游学，与正在讲学的微臣相识。西戎国大王子的言行举止不像是寻常百姓，他所行的礼也并非中原礼，微臣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暗中跟踪和追查他，所以有这一猜想。而这一猜想，也正好与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儿臣愿亲自带李大人前往边境，与西戎国的二王子进行谈判，以此拖延时间。这样四哥就有充足的时间调回人马，到时候是战是和，我们再看。又是谈判，万一不成呢？啊，白送一条人命吗？若此次谈判失败，横竖都是一死。况且城中有刘将军保护着父皇，儿臣心甘情愿。众爱卿，还有什么高见吗？微臣愿意和六皇子一起前去谈判。看来也只有这样了。儿臣定不辜负父皇所托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六皇子，请用茶。出车，先生。来。骆红影此时正在何处？在我手里，安然无恙。这次多亏了二弟，你有先见之明啊。也要多谢李大人提供的线索。楚先生过奖了，李某愧不敢当。国家有难，我也不忍袖手旁观。那是必然，初先生不必顾虑我的感受，这是为国之大义。来，尹公子，青菜。来吃点肉啊！来，多吃点菜，尹公子。尹公子，今天我一定要给你饯行。如果你当我是你的朋友，这杯你一定要喝。好，喝完这一杯，我就得赶路了。子义敬你，跟洛姑娘喝，不跟我喝啊？好，来干，尹公子，干！干！哎，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吧。可以啊，中原的游戏我不太会。剪子。哦，输了。输了。这个你得喝，尹公子，不能玩赖啊。这杯你一定要喝。
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关键是尹公子，你不喝可以，洛儿这么伤心，你忍心吗？就是的呀。那可不行啊！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伤心的样子。你要我喝，我就喝。撤！此事还需要多久？吁！谁是六皇子？我就是。西戎国二王子果然是条汉子，单枪匹马前来。不用那么多废话，找我来所为何事？一件事。说吧。撤兵。哈哈，笑话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来指挥我？